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，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。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，例如三星 S8 测评，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，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。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，还有性能跑分、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。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，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，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。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，免费的，赶紧上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。今天这期视频来的稍微有一点点晚啊，就是魅族最新发布的 Pro 7 and 这个旗舰耳机 Flow。今天呢是一个快速体验。本来呢这次的魅族 Pro 7呢，我是一定要想办法去到珠海现场给大家做体验的，但是哪知道呢，这个上海的 ChinaJoy 是吧？当然，小姐姐们还是对我有很大影响力的和吸引力的啊，所以说这个两个活动相冲突了。魅族 Pro 7的这个现场体验呢就没有拍成，我们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啊，这个 N 多的周章，终于是接到了一个 Pro 7的工程版。在视频之前先要强调，这是一个工程版，因为这个魅族 Pro 7现在还没有开卖，但是它线下的广告已经都打了。这个今天我从上海回来的时候，在机场都已经看到了。这个之前啊，这个无论是小米也好，或者是魅族也好，都是真是非常少。OK， 那咱们就废话少说，先来看一下魅族的 Pro 7。这个外包装呢，这次改变也是非常大。之前呢是那种翻书性的，反正都是纸的，但是这一次品质感非常好，是一个分体式的啊，分体式的一个塑料盒。这个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整块盒，确实非常高端。上面呢这块是抛光过的，然后下边这个是磨砂的质感，顶部魅族 Design， 然后 Pro 7。这次从这个形式上都已经给人感觉好很多了。噔，里边的这个盒子呢，说实话，这个设计啊，大家应该比较眼熟，就是跟这个荣耀和华为的那个设计是非常像的，就是侧边把手机放进去，尤其是荣耀的那个设计。OK， 这次就是 Pro 7了。里边呢，咱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设计上呢，摆放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也是送了一个原厂的保护壳。这个保护壳非常逗啊，开了一个小窗户，然后里边一个 VIP 卡，这个就是你买这个 Pro 版本的时候，它都会有这个 Type C 的数据线。充电器 Pro 7的这个版本的充电器呢，是最高到12伏的2安，就是24瓦，是 M Charge 的 3.0， 但是如果要是 Plus 的版本呢，是 M Charge 4.0， 比之前咱们测过最快的那个 Work 闪充还要高，也是这个高电流的方案，但是这个速度呢也达到了24瓦，应该也挺快的。后面这个测试中呢，咱们再聊。来看一下手机，手机拿上手呢，正面设计上啊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，然后你能感觉到这个屏占比呢，也并不是特别高，就是相对传统的一个设计，但是后面就非常不一样了。在开机的时候，这后面也会显示一个魅族的小的一个标志。屏占比呢，其实感觉并不是太高啊，这个上面额头和下巴呢都是跟上一代的机器几乎差不多的。OK， 现在是录入指纹的环节，这次它依旧是正面的这个指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次，这应该是最近录入指纹里边比较多的一个。OK， 它在这个开始提醒的时候会告诉你，你有一块画屏，双击点亮屏幕，然后有一些简单的功能小介绍吧。这个是 Flyme 6，它的一些功能介绍，现在已经全部设置完成了。其实这次大家最关心的呢，无非也就是这块画屏，因为这个应该说是目前单从外观 ID， 还有就是它这种创新的设计上说，魅族起码有想法在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，但是这一次的争议呢也比较大，因为有的人说魅族可能是潜力巨穷了，然后为了创新而创新，也有人说你看只有魅族在做这种创新，别人想都不敢想，别人可能做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说鸡肋的创新。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大胆的尝试真的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，从它的成本上，
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调优上的技术方面都是比较难度的。OK， 来，咱们来看一下这次的工艺啊。我们拿的这个版本呢是镜面黑色，然后这个质感上呢和华为的 P10和1+5的应该是差不多的，比1+5这个后背的这个磨砂质感呢稍微的重那么一点，就是阻尼感稍微强那么一些。然后这次这个魅族的 logo 本来之前呢全部都是放在这个底下或者是中间这个部分的，这次它为了在视觉上呢形成与画屏的一个平衡，把它放到了这个右下角，然后还给躺着放了。是一个抛光的工艺，然后整个这个画屏呢让我有点意外，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工艺的时候，或者说第一次网曝有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它在后面做不平，或者说质感做的不好，或者说是良品率比较低，然后前期供货不足。这个暂时咱们还不知道，但是前2点我感觉这个顾虑可以打消。总体上这个过渡上呢都是非常的顺畅的。从侧边划过的时候。然后还有从这个里面往外滑的时候，都是有一个非常流畅的过程。还有一个比较难度的地方，我觉得就是整个画屏的左侧是跟它后背的这个弧度形成了一个统一，就是并没有是直的，就是直角直接转过去的。这个弧度应该跟它后背的这个玻璃啊，内部的这个屏幕啊，做起来应该都比较难。我这个手机这样放在这儿的时候，然后拿起来，画屏呢会显示。时间，咱们来看一下内部都有什么这个技巧啊。设置，它专门有一个选项画屏，然后启动画屏，你也可以把画屏给关掉，关掉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，就不显示了。然后双击点亮，壁纸呢，我觉得是这一次画屏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其他一些什么设置啊，或者说一些提醒啊，一些什么机步啊，那个我觉得你一块大屏，或者说在你翻微信顺带翻一手也都可以解决。但是这个壁纸，比如说非常漂亮的这个，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性，让这个手机背面放在这儿的时候，感觉这手机很灵动，这感觉特别好，就是感觉这手机有点那种动态的感觉，并不是一个死的一个电子品，这个让我非常喜欢。而且 Flyme 呢，它也会后期开一套专门的生态，就是做它后边这个屏幕。哎呦，我还不小心把这个相机给打开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还能选3种模式：美颜、原图，还有虚化。一会儿咱们再来说相机啊，这个屏幕好可爱啊，好逗。后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提醒的设置，比如说什么通话呀、什么通知啊，乱七八糟的，然后计步器啊、天气啊。当然，我相信后边 Flyme 呢应该会针对这块画屏呢再开发一些新的功能。目前来说，虽然该有的都有了，但是个人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少啊。默认的情况下呢，这块画屏它是也可以左右翻动，然后比如说机步啊、323步、武昌区的天气31度，武汉这几天是终于凉快了。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，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。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，例如三星 S8 测评，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，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。不光有实拍阳刚对比，还有性能跑分、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。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，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，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。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，免费的，赶紧上车。OK，咱们来看一下相机方面。这次呢也是魅族第一次，你没有听错啊，就是整个魅族这个品牌第一次使用双摄。这次呢是2颗 MX386，上一代那个6 Plus 呢是1个 MX386，这一次呢换成了2颗。这一次并没有采用目前就是其他手机厂商非常常用的长广方案，而是采用了一个和这个 P10啊、荣耀啊相同的这个黑白双摄方案。这种方案呢，一个最直观的亮点或者优点嘛，就是提高在暗光下的效果。前面呢，咱们做过一期2017年上半年的这个旗舰双摄对决啊，但是魅族这个由于它开卖估计都得到8月份了，所以说没有赶上。后期呢，我们会挑出几个典型机，跟它在深度测评里面呢来对比一下，关注我们频道就可以了。刚才保热的过程中呢，这块2.5D 玻璃呢划过边缘的这个手感也不错，这个弧度呢，我这样看一下啊，做的还是挺大的。它边框上的设计呢，有一个点我非常喜欢，就是卡槽。它这卡槽并没有放在侧边的这个中间，而是靠近后背的这个地方，这样呢就是非常不明显，有点隐藏这个卡槽这个意思啊。双小卡金属一体，这个质感呢做的也是非常不错。还有就是
这一次这个一刀切的天线呢，相对于上一代就是第一次魅族发布一刀切天线的时候就要好了很多。它这个就是接近了这个转角的部分。这个就是1+5的这个，然后还有之前一些机型的也有，这一点上呢要比之前魅族那个6 Plus 的那个上面这个效果呢要好很多，也是几乎做到了一种隐藏的状态。然后前面的有一个改变的地方啊，有点致敬锤子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关机类传感器跟听筒呢是做在了一起。底部呢这一次也是保留了3.5的耳机孔，没有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去掉。然后也是 Type-C 的接口，然后平时这个画屏呢，可以简单的玩一玩，简单来看一下，然后上下滑动，还可以退出相机，来咱们自拍一张。用这个音量键呢，就可以直接控制这个相机了。虽然这屏幕有点小吧，但是这个后置2颗386摄像头，如果要是自拍的话，效果肯定比前面这个要好太多。当然，前面的它这个像素呢也不低，达到了1600万。整体这个机器上呢，已经把玩的差不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处理器啊。本来呢，我们是以为这个是 Pro 7版，然后肯定是 P25 的处理器。但是啊，我们拿这个 AHDI64看了一眼，结果这是一个 X30的处理器，所以说还是让我有点意外啊。当然，这个不是量产版的机器啊。处理器方面呢，这次 X30呢也是号称有双10的配置啊，一个是10纳米的制程工艺，然后还有就是10个核心。这个是它在功耗和调度上呢，相对于比如说835啊，可能会好一些。当然这个需要后面的实际检验啊。不过它这个频率呢，肯定是没有835那高，这个是大家肯定都知道的。性能呢，照它那个肯定也差着。X30的这款处理器呢，应该也是目前 MTK 的旗舰。但是实际使用中到底怎么样？对于处理器的调教，这个也是检验一家厂商用不用心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我们也会详细的跟大家聊这一点。一会儿呢，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下跑分方面测试，因为跑分非常直观的可以量化一下，是吧？这一次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议，就是价格上。因为这次在处理器上呢，说实话，魅族呢一点都不占优，因为高通这边的各项的处理器就是好一点，它都没有拿到，只能用这个 MTK。但是价格上呢，真的是不便宜，3580 Plus 的版本，然后如果要是最高版本达到了4080块钱，P25的呢也高达2880块钱，这是考验魅友忠诚度的时候到了。咱们就不废话了啊，来看一下咱们的 Flow 耳机。这个 Flow 耳机闹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啊，就是他找了一些试音的人，试音的人里边呢有一个人呢也叫小白，然后在发布会的时候说了，当然我是肯定没有那个能力登上人家发布会的啊，那个是耳机俱乐部的那个小白，在耳机方面非常专业，我也是挺喜欢他的。说实话，我对耳机方面呢，并不是特别的了解。虽然说不是木耳吧，但是对它里面的一些，比如说什么动铁啊、推力啊、什么阻抗啊这些东西，它具体牵扯到的数据和概念，影响到的实际效果，我也并不是特别懂。所以说，耳机一直是我不太谈的一个事儿，就是小白测评嘛，就是不懂咱们就不说。这个耳机呢，就是它发布了2款硬件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。它整个的这个外边的这个材质呢，虽然是塑料的，但是它后边标称的是高强度的凯夫拉纤维，我也不太明白，反正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整个的这个做工上呢，也非常好，拿起来的这种金属质感的感觉非常好。就它接口啊，还有就是整个耳机的这个机体呢，都是做工非常棒。都是金属的，可以这样简单的判断吧，就是这种小耳机，你只要看到它是金属的，如果它还是牌子的话，就是某一个大牌的话啊，这价格绝对给不了，不是绝对便宜不了啊 ，sorry。哦，下面的配件也是非常的丰富啊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1/2的一个，哎，这不是1/2吧？这是干嘛用的？说实话，真不懂啊。然后下面呢是耳塞。
啊，一个是惰性耳塞，一个是双层耳塞，还有一个硅胶耳塞，细分的非常详细。还有一个硅胶的一个小包，这个是挺不错。耳机呢平时可以放在这个里面，这个东西设计挺好玩啊。耳机我来戴上试一把。这耳机戴上呢还是挺舒服的，但是刚才大家注意到了啊，我戴上的时候是故意的动了一下它这个线。测试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入耳式耳机的听诊器效应。我之前有一款 BOSS 的耳机，那个是一个朋友给我的，也非常贵啊，1000多块钱。但是那耳机我用的比较少，就是因为它听诊器效应非常严重。就是入耳式的耳机会直接塞到那耳道里面，然后会把你耳朵封闭。你在使用过程中，如果要是碰这个线的话，这个听诊器效应呢会非常严重。怎么样解决？有一个办法是改变线的材质，还有就是让这个线尽量柔软一些。它这个和 BOSS 的那个材质很像。这个舒适度我觉得还可以，它这个默认的硅胶套也是很符合我的这个 size 啊。599块钱的话，感觉不算贵，因为单从这一套的这个设计啊、材质啊，还有就是工艺上的这个价钱应该就值。画屏呢，再多说一句啊，就是它其实别的功能除了这个前置拍照啊，它别的一些功能呢，跟它这个主机就是大屏的一些功能呢，都是相交叉的。就是交叉的地方比较多啊，比如说什么看机步啊、看时间什么的，像之前我说的，有个息屏显示就可以解决了啊。希望魅族后面呢开发出更多好玩的东西，把这个小屏幕真真正正的给利用上。后面的这一小块屏幕呢是1.9英寸，然后也达到了一个视网膜的级别，这样看着还是非常清晰。同样啊是一块这个 AMOLED 的屏幕，前面的这块 AMOLED 的屏幕的素质呢，我这么看着啊，应该还是。不错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跟之前魅族6 Plus 的那个感觉呢非常像，基本上如出一辙。后置的摄像头跟闪光灯呢，就是全部跟这块画屏集成在了一起，感觉呢就不是那么突兀了，整体性稍微好一些。因为整个这个画屏呢，它在后背呢是有一点打破这种平衡的，这个摄像头部分稍微突出那么一点儿，但是可以接受。你拿到真机你就知道了，这个。突出的部分非常小。OK， 东西插了一大堆啊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。这个说了很多，时间也比较长，大家也应该注意到了，我的状态呢是不太好，是因为我昨天就睡了1个半小时，刚刚从这个China Joy回来，所以说说句抱歉，不太好意思啊。OK，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，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。除了这个视频呢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大家扫码关注小白测评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，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儿。公众号呢也会时不时的进行抽奖活动，赶紧扫码关注，每天我在那儿等你。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， 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的，这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。感谢大家今天精神状态有一点点差啊，不太好意思。